大家好，欢迎来到邱敏杰的频道，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观看我的影片，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最甜的甜甜主播跟他手上的 Garmin 踏板功率计。你不觉得我拿的这很像拿的什么小包包吗？很像吧，很可爱耶。那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其实就是卡踏。哦，它就是原本那个踏板哦。对，那我们现在人在故宫，我们今天要进行 Garmin 踏板功率计教学。但它跟原本的那个看起来长得差不多啊。对，它里面呢其实有很精密的仪器。哦，是啊，里面有仪器吗？非常精密，这个要3万多块的样子。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买一个那么贵的东西。对它，因为它里面很精密的仪器，这个很重要，这是必需品。功率计在这个现代的年代绝对是必需品。哦。所以，可是呢，我只能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使用功率计，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不就是个踏板吗？那我教你。好，我们今天会着重在功率计教学。好。那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干嘛？要把它装上我们的脚踏车。那我原本的踏板嘞，要换了？不是要换？我才换过一次哎。现在又要换，你出国前帮我换一次，出国后又要再换一次。这个踏板好像永远都会跟我那个寿命很短呢，都是一夜情，一个月情，一个月情，一个月情。谢谢老板 ，be careful。这个踏板我们会还，因为用不到。还你，谢谢。那我们想办法把它装上去，这个真的是很必需品。我问你，你可以自己装哦。对，这个就是它的优点，它可以自己装。我们就现学现卖，我们现在就等一下就装给大家看。因为上次我们是去车店装嘛，277装，你现在是？我有工具。你有工具哦？我有工具。全部的工具商都有，是不是？工具人呢？工具人当然要有工具啊。我们那个女生就是很需要工具人。这个 Garmin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 Garmin 踏板功率计。为什么？我今天会一一介绍。很贵，这真的很贵。很贵，它有它的价值，它绝对是必需品，绝对100%是必需品。以前那个年代更贵，以前一个功率计要超过10万以上，现在它已经尽量普及化，做得很便宜了。10万以上吗？是以前呢？以前的功率计10万，现在它已经做到3万多，算是比较平价跟亲民的价格。你确定吗？他觉得是必需品，反正你使用完，如果半年后，你跟我讲说它不是必需品，我也只能接受。可是如果半年后你说，没有功率计，我不会骑脚踏车。哦，那我认为是这个几率会比较大一点。可是我问你哦，这个踏板跟一般的踏板到底实际差在哪？你说里面有很精密的仪器，对，那要干嘛？精密的仪器要干什么？它是侦测你踩踏的力量。踩踏的力量，它会及时感应到，它跟你讲。哦，它怎么跟我讲？它会透过Garmin码表。哦，我有心电感应。它这边会有一个发射器。它有发射器吗？对，这很精密哦。你们看它里面装了很多东西。它这里面有发射器哦。绝对有发射器，绝对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毕竟是Garmin的技术。哦，对，好。很神奇耶，我很期待。所以我们第一步先把它装上去。好，第一步装上去，我们就装踏板，要跟我的一个月前的踏板说拜拜。好，我们开始要做展示你的工具人的本领。对，小工程它不会很浩大。来，甜甜，我先跟你解释一下。好，一般的功率计长这样。来，这台 Factor 不知道谁的，很巧刚好有一台 Factor 在这边，我们把它当例子。这也是功率计，这叫大盘式功率计。大盘，它的功率计的坐在里面，那你觉得这个好换吗？这个很难啊，这个工程我不会拆大盘。所以踏板比较简单啦。踏板比较简单，踏板绝对比较简单。准确度呢，我个人认为都差不多啦，那差那个一点点，我们乡民没差啦。那一点差别其实无所谓，准确度不是问题啊。这个的方便性是问题。这个绝对是很方便。我们首先要把你的踏板拆掉。甜甜，拆踏板其实很重要，拆踏板是一定要会，因为你要出国。出国要拆踏板。出国。你要带脚踏车出国，通常都要拆踏板，因为那个因为你踏板就多一个空间。对，通常要拆踏板，你要装箱会比较，而且航空公司的规定，因为航空公司它规定你一定要拆踏板，你在装箱，因为他怕你的踏板把你箱子弄破，运送的过程。这是航空公司很多航空公司有这个规定，我有看过，他就规定踏板一定要拆掉。对，你要装箱，它有2个规定，踏板要拆掉，然后要泄气。泄气完，然后你到了国外。到了目的地再打气，那你会打气吗 ？Fighting，干不了。但你要国外要打气，你好可爱哦。
节目效果，我私底下是很鸡巴的。真的哈、哦。对，我节目效果真的会剪掉。好。哎，所以我们要拆踏板，拆踏板很重要，真的，除非你这辈子都不会出国骑脚车，这个很重要。这都有，我现在要拆这边，这样就是不对了，这样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fatal error。现在这个状态，我如果现在要去拆踏板，这就完全不对。这完全不对啊！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个很重要的，大家都不知道。天天，你光知道这个姿势，你今天就只会飘脚。你要先把变到大盘，非常重要 ，very important。为什么？因为这个尖尖的，你不觉得这尖尖的会割人吗？你在那边胡搞瞎搞的时候，你手不是会被割到？很多人在拆踏板的时候手被割到，甚至会流血，甚至要缝合。这么严重？非常，因为你在拆，你对真的没有回来，因为它这很锋利，所以那你把链条挂上来，是不是就可以保护？对，好哦，就保护到手，保护到手啊。所以很重要的原则，要大盘，我们变到大盘。好，大盘了，然后就可以开始踩，风险相对低。然后呢，甜甜，我考你，上次我们在277老板有教，对，这个是在这边嘛，对不对？对。好，要往哪个方向？要拆吗？对，要拆。那边啊。这边是紧的，踩是紧的，要往 back。好，要往后。然后上次那个277，它是不是有帮你上那个东西？那叫什么？什么油的？那叫铜剂。就看起来像个油。铜剂啊。好，铜剂好，然后就往后啊，所以这个是要往上，对不对？对。你这边就把它扣住，抵住一个力量，然后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刻啊！真的要拆踏板嘞？拆了吗？一下就上了，因为上次277的老板有帮我们上统计，会轻松很多。哇，惨了，我这个菜鸟的表现沾到油了。菜鸟，另外一面就 same，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一圈，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回转数感应器。哦。你踩多少？你是回转数嘛？回转数英文怎么讲 ？cadence。可是我跟你讲，你现在不需要了，因为它这边本来就有侦测 cadence 的功能。哦。对，所以你不需要这个东西，这个可以丢掉。多余啊！骑脚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要有多余的东西。这不要。说丢就丢呢。甜甜，我在考你要往哪一个方向？现在我这手机好要你做个样子好，你做个样子是要往哪个方向？怎么样？就是要拆。往上。对，好，很好，准备哦，3、2、1，好。没有啵一声啊？怎么没声音？对，这是没有声音。谢谢这个踏板，寿终正寝，不是功成身退，功成身退，完成阶段性任务。对，阶段性任务完成。对，所以我当初就说要一次到位，买功率计。好，所以我建议各位新手一次到位，买新车的时候直接Garmin功率计买下去，不用再换来换去，很麻烦。对，然后你这不是就浪费，就二手了。二手要叠价哦，你卖也不可能卖跟新的一样的钱，你有用过了嘛？有使用痕迹。对，所以我们一次到位用那个踏板功率计。买新车的时候，踏板功率计绝对是必需品。这半年后你就可以知道，对，半年后你就会说没有功率计你不会骑脚车。所以下一栋我们要装，可是我们这边要上油，对不对？等我一下。你有油哦？有，有就有。当然有油啊！出来外面拢溜人，当然要什么都有啊，对，好。这个是很久之前的亚洲经过的克鲁伯的，这油也是不错的油。哦，上次那个277的老板有说要上油，对，这有没有很像针筒的油？真的，对，很像针筒。那我个人会上比较多一点，我个人喜欢油满出来的感觉，我个人。然后甜甜，我考你，这要怎么锁？怎么锁？往这边。对，要往紧的方向锁，然后最后要起出这根。哦，还是要那个是不是？这根稍微锁起来。那个不是你的那个抓痒工具吗？对。超大只的抓痒工具。我背很容易痒。我看不懂。也不用锁太紧，那个上次277老板有说稍微带一下就好，好紧了就好。这样就好了吗？对，好了。好，我们装完了，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跟你的这个码表也要连线。你说要连线呢？为什么他要跟他连线？这样他
多数据才能传到你的码表啊。哦，可是踏板要跟这个车表连线哦。新增感测器功率找到了 ，Ready， 这是你的代码。新增装好了，也连好了。现在你这台脚踏车就是有功率计的功能哦，很潮哦。我们刚才已经把我们这台脚踏车 Garmin 功率计加800，你在踩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在踩骑的时候踩多少力，它就传过来。哦，透过空气，即时连线，空气，透过空气传输啊 ，wireless， 不然呢，哪有线？真的吗？哎，今天都什么时代了？都5G 时代了，对，空气时代啊，它有它的通讯协定，把你踩它的数据传到你的码表。你说通讯是不是？通讯啊，我刚听空气。对，空气啊，透过空气传播啊。空气吗 ？Air。对 ，wireless 的东西不是这样啊。哎，不好意思，甜甜，我个人是交大电子研究所毕业。硕士学位是。对 ，communication 是以前必修的课程。无线通讯啊，无线通讯都是我真看不到，对，隐藏的。对，无线通讯都是透过空气传播啊。你手机那些讯号不是透过空气传播吗？我现在受教了。装置都是小事情，都是最 minor 的事情。对 ，minor 是什么意思？枝微末节的事情。小事情。对，枝微末节。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是如何使用。how to use。对 ，how to use， you must know how to use the power meter, Garmin power meter。对你，这是我的 value， 这是我的价值，这是我存在的意义。好，那教大家怎么用。对我今天最主要这部影片最主要的用意。对，所以装上去不是就结束了，就以为就装上去就没事了嘛，就直接骑出去。那其实还要使用它。对，你不会用，你不会看，没有用啊。这是这部影片的目的。好，那怎么用呢？那我等一下我们在那个枫林桥我会教大家怎么用，这个是价值所在，这是这部影片的价值。好，那我们等一下枫林桥见。我们现在来到枫林桥了，准备开始我们的功率计使用教学。功率计使用教学，码表设定很重要，非常重要。很多人不会做码表设定，我有拍了一部影片讲解功率计码表怎么设定，请看。你看看我的版本，给大家看看。我整个就是乱按，哎，那是我的吗？还是你的？这我的。你的。好，你的乱按的，对，很正常。对，所以这是我存在的价值，我对您的 value 啊，我对您的价值。我们这样子设定。我功率计使用教学那部影片，你是不是没看过？没有。好，哎，这很简单诶，看起来界面很一目了然。As simple as possible。哦。对，我们要越简单越好。对，可是甜甜，你这边其实你有一个很非头的 error， 是 Garmin 的问题。我影片也有讲了，可是因为你都没在看我的影片啊，那你再讲一次。好，复习一下 review time。自动计圈这个界面往下滑，活动模式、警示与提示，来到计圈，点进去有一个自动计圈，把它关掉。绝对要关掉。你是不是没关？我没关。Garmin， 你为什么这个 default 预设值 default 你要打开？我不是讲过了 Garmin。Be careful, Garmin。好 ，Be careful， 这个关掉。一般人买到 Garmin 它就打开，所以你5圈它就会计圈一次。就它会一直无止境帮你记就对了。那你5圈它就跳出来计圈，你不觉得很烦吗？好像蛮烦的。对，好，我们把它关掉。好，自动计圈关掉。计圈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计圈哦，一个 circle。其实不是 circle， 因为它这个名字有圈，我们当然会误会成它是 circle。其实它就是把你的训练切断。哦。刚才我们从许纯美的家至善天下骑过来，这段路的资讯你 care 吗？你在乎吗？可能不在乎，一定不在意。那现在枫林桥到丰贵嘴这段路的资讯你在乎吗？绝对在乎。所以你每按一次计圈，就是把你的训练切断。好，计圈是右下这个键，左下角这个键。好，左下角这个键我们叫 lap 键 ，lap 键按下去就是代表上一圈结束，下一圈开始。所以上一个路程结束了。对，下一个我真正要开始的路程开始了，这样。那你真正路程开始了，到了丰贵嘴，你要再做什么事情？再按一次哦。对，上一个路再按一次 lap， 是代表上一次 lap 又结束了，丰贵嘴要骑完了，这样子。对，然后换你下一个行程。那你觉得，好，你到了丰贵嘴坡顶之后的数据，你关心吗？不关心。对，很好，所以你只关心这一段嘛。对。那到了丰贵嘴怎么再看
前一圈的数据我等一下讲。等一下我们这边枫林桥会按一次 lap， 按 lap 之后就开始计时，开始考累了。那在计时的过程，你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功率跟计圈功率。所以计圈功率是很重要，因为计圈功率它就是说，你这个枫林桥 lap 按下去之后，你等一下骑到一半，往前推到枫林桥，平均功率是多少？它会一直不断的运算，这个计圈功率很重要。计圈功率计它是来跟你说，你一开始不要太快。如果一开始你的计圈功率是200瓦，你不可能200瓦撑到坡顶，不可能的。所以你一开始200瓦，1分钟200瓦，其实你不会有感觉，你会觉得你可以，长时间就不行了，一定是不行。所以你得做什么事情？得降，得赶快把计圈功率降下来。那怎么降？就是只能轻踩。轻踩哦，就只能那通常会舍不得降，舍不得降的后果就是你后面一定会 suffer。你舍不得降的后果，谁会叫你降 ？Your body， 你的身体就会叫你降。等你受不了，你身体降你。那身体叫你降的时候，通常已经受不了，就受不了。对，受不了就会很慢，反而会更慢。OK。对，通常计时一定是生不如死，度美如年，不然那不叫计时。那叫散步。也没有散步。散步散这边，真的蛮辛苦的啦。对，或者是我们去河滨散步。所以甜甜，我们要有个共识，我们要谈清楚，就是说你未来骑车到底是要散步，还是要有时候逼一下自己身体的极限？我们要谈一下这个共识。对，那我只能说，或者是一般人，你们要问好，问天，想问天问大地哦，松山 Be Careful 唱一下哦，问天问大地问自己，到底是自己的骑车方向是什么？我都要休闲骑。好，那你去休闲骑，你不要找我，拜托不要找我，你们就去休闲骑。好啊，可是你如果想要挑战自己的极限，偶尔可以来一下。对，那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不要那个好喘好酸好累，那可以，那你去河滨，好，河滨咖都可以。好，所以我们要适时的挑战自己。甜甜，我跟你讲，这是保养的秘方。我个人认为啊，你有时候把身体逼向极限的话，我认为是保养的秘方。我个人看法。对，新陈代谢可能各方面都变好啦。绝对。对。当然你不能天天当然是不能天天逼自己。可是你偶尔一下，对，不然难道我们人都不要运动，都躺在床上？对，很好。这个功率是即时功率的意思所以你要这个即时功率去追这个计圈功率。一个风柜嘴怎么才是个好配速？对，我们今天重点是功率计啊。我们今天重点不是码表怎么设定，怎么才是个好配速？就是说，你这个计圈功率的最大值要出现在风柜嘴。最烂的配速，你这个计圈功率最大值出现在一开始，或是说中间。代表你守不住了嘛，就是你计圈功率200瓦，中间，然后结果你守不住，一直衰退，对，所以你计圈功率出现在前面、中间，那就代表你英文叫 start too hard， 一开始太快，对，所以那你要出现在最后，这是最好的配速。对你说最高的功率要出现在最后，不是单圈功率的最大值单圈功率的最大值好。对，最高功率出现那不是很难的事情，你就是坑一坑就最高功率。对，就是说这个单圈功率的最大值要出现在最后，就代表它是一个好的配速，就代表你后面。所以它等下两个数字会同时跑就对了。它会一直跑。对，你会很忙，你会一直看。左边是即时，然后右边是我这一段路程开始，目前它会这么平均，是不是？平均功率，对，就是说你现在这一秒往前推，到你上一次按 lap 的时间，不是平均功率的功率，平均功率好的平均功率，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好，这我已经讲了。好，我相信有一些人已经懂。好，有些人已经懂。可是对我还是有些人不懂，那我们把它讲清楚了。好的。对，那所以这个功率计的发挥就是用在你这个功率跟单圈功率，把它最大值。那还有一个功率计，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来，摄影师，我们换一下角度。来，我们上课。这是什么粉笔吗？等一下啦。好，等一下看看。这史上有人在这边作画呢。对，我们等一下要把它擦掉。好。来，你摄影机照我看啊。这个横轴呢？横轴是距离。distance distance。纵轴是高度。海拔高度。那这个原点，这个叫枫林桥，这个叫风柜嘴，它的坡度会这样子，绝对不是一个坡度稳定上去，它一定会变化，坡度一定会变化，上上下下，或是高低起伏，陡陡缓缓。因为如果是爬坡，几乎上没有下坡对，它就是陡陡缓缓，所以它的坡度会变化。好，陡
缓，都缓，类似。一定是有点类似爬楼梯的概念，因为这个世界它不是ideal， 不是理想。对。那功率计的功能是在说，你陡坡其实陡坡都不难，不是陡坡骑快，大家的问题都是卡在陡坡骑太快。答案是缓坡要快才重要，陡坡快没有用，你陡坡快然后缓坡慢，那你不是徒劳无功？人生本来就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所以功率计的功能是在说，你缓坡的时候要想办法不要让你的即时功率掉太多。或是让你的单圈功率掉下去，你可以看着码表去 push 你自己踩。在缓坡的时候，这个是功率计的价值。你在缓坡的时候，你要盯着它。如果没有功率计，你放掉了，你不知道。那你有功率计，你放掉了，它马上就显示出来你放掉了。对，所以这就是功率计的价值。功率计确定可以让爬坡计时变更快。不然你闭着眼睛闭上眼睛，忍住呼吸。松山 ，Be careful， 松山唱一下。他唱多少歌？很多。这首歌知道吗？郑中基的《绝口不提爱你》。你骑脚踏车以来，在我们的标准是不是都是闭着眼睛骑？我不知道，以上数字通通不知道。你都不知道，那你是不是过去的你是不是就是在闭着眼睛在骑？对。那你觉得我这些分析逻辑有没有它的道理？有道理。对，觉得有道理嘛？有道理。懂。从来没有不知道，原来这边要骑比较快。对，这是一般人的盲点。来 ，be careful， 你要快是要这边快。所以大家花太多力气在这里了啦，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功率计的好处，它也会在这边提醒你收力。你这边呢，你不能300瓦，你这边看到300瓦，你是不是就一定是不对？因为你不可能300瓦整路上去，甚至不可能这边你不能超过200瓦以上。我评估了，甜甜风柜嘴今天骑平均功率150瓦，我个人预估。那我只能想，你之前没有装功率，之前自己乱骑的时候，你这边绝对超过200瓦。所以功率计的存在。功率计的存在就是这边不要太夸张。功率计的存在在提醒您陡坡收力、缓坡发力。对，这就是功率计的 value。对，为什么它值3万块？所以它值3万块啊，因为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不知道陡坡怎么收力、缓坡怎么发力，你不知道。以前我们没有功率计的时候就是土炮，对，的确是土炮。那根据我们爬坡个人计时做了这么多，我们老司机。就是这边才是重要，对，因为人的体能就有限，我们就不是摩托车，我们就不是汽车，不可能永远都发力上去，对，所以要运用我们的体能，跟肌力，来应付这段陡坡。好，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擦掉，而且这粉笔啊，这个下个雨就擦掉了啦。我们现在要准备进行风柜嘴爬坡计时，甜甜紧张吗？紧张到说不出话来。不，放轻松，Take it easy， 好 ，relax。来计时前有一些诀窍。好，喝水。喝水，现在吗？喝水。喝饱了。喝饱了，大口一点。我问你之前骑风柜水的时候，整路有没有喝水？没有。对，所以那你现在刚刚喝饱啊？喝饱了吗？可以。确定喝饱。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甜甜这边有个麦克风，等一下我们会收集甜甜的喘气声，大家，各位。哎，这个还要收费的。不是白嫖啊，只能这样啊，不然呢？不然怎么办？谁不会喘气？我也会喘气啊。好。这等一下也会收集到我的喘气声呢。好。谁不会喘气？这个世界上有谁不会喘气的？一定喘。红奶龙会不会喘气？一定会喘啦，大家都会喘。对啊，喘气声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好。所以你看，看我的频道是不是有耳福？而且你是不是觉得我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idea？ 这超怪的。对。没办法，市场需要，我们市场需要。需要喘气声。需要。很需要，好。对，因为大家都听甜甜在播新闻、播气象、播财经新闻，比较少听到甜甜的喘气声。没听过。对。但因为我们都满满的把话全部塞满，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喘气声？我会有整段的，在我电脑。Bonus。Be careful， 甜甜 ，Be careful。但你要特别剪一段出来，要那个是不是？当然要，因为观众要看，不好意思，这都为了市场需求。好。对，为了市场。好。好，我牺牲一下啦。牺牲一下，对了，满足大家的那个需求，好不好？我们甜甜到底可以骑多快？我个人也很期待。好，我好紧张哦 ，Oh my god！影片到现在已经过了24分钟，为了感谢你们这些死忠观众，看了24分钟还没转台，从现在开始，背景声音都会有甜甜的喘气声。我个人在使用功率计时，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拿来做爬坡计时配速用。诚如之前所提到，功率计的存在是用来提醒您
陡坡收力，缓坡发力。我个人看法，一段爬坡计时最好的配速就是单圈功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最后坡顶，因为代表你还有能力一直偷加。如果单圈功率的最大值出现在爬坡的一半，就代表你 start too hard， 一泻千里，守不住功率了。举甜甜这天风柜嘴当例子，整段风柜嘴是 lap 2，29分52秒，平均功率141瓦。我们再把 lap 2切一半 ，lap 2.1的平均功率是146瓦 ，lap 2.2的平均功率是136瓦。照我的理论 ，lap 2.2的平均功率应该要大于 lap 2.1的平均功率，才是好的配速。虽然我们当天没有做到完美的配速，毕竟这是甜甜第一次使用功率计，不过我们也靠着使用 Garmin 踏板功率计提醒我们陡坡收力、缓坡发力，帮甜甜做出风柜嘴29分52秒的最佳成绩。甜甜之前的风柜嘴记录为32分41秒，进步了2分49秒。功率计还有很多名词 ：FTP (Functional Threshold Power)、NP (Normalized Power)、IF (Intensity Factor)、TSS (Training Stress Score)、CTL (Chronic Training Load)、ATL (Acute Training Load)、TSB (Training Stress Balance) 等等等，我只能说，我都懂那些公式，我甚至都可以背出来，可是我都没在看。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们乡民用不到那些复杂的专有名词，平常用 Garmin 踏板功率计来做爬坡个人计时配速参考，持续做，一直做，就会持续稳定的变强壮。我个人多年执行的课表，一直做爬坡个人计时，偶尔穿插一点平路个人计时，如此而已。最后，在甜甜主播抵达风柜嘴坡顶之前，我给大家20秒的时间。应该是29分50几 ，just make， 嘿，大幅压境。怎样？生不如死，度秒如年。哇，真的很痛苦哎，这就是训练，真的很痛苦哎。所以我甜甜，我给你2条路走，要么就是放弃骑车，哦，因为公路车它就是这个运动，这个各位你们不要怀疑，各位真的是你们不要怀疑，它就是痛苦的运动。如果你害怕痛苦，害怕脚酸，害怕喘，那真的是不要来骑公路车，它就是痛苦的运动。你无论如何，它就痛苦，因为你把它骑出门，你一定会骑山路嘛，它就是这样。对，你要挑战极限呢。哦，你现在极限是29、50几，好，你看，哎，破30了，我出现就破30，所以你看到一样的甜甜现在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没什么练，都随便乱骑，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快速进步。那在日后加上正确的方法的训练，如虎添翼。我现在整个脸是红的吧？是吧？对。哦，惨白吗？天哪，太累了。我们检讨一下，前圈时间30分20秒，可是因为我们有提前按前圈功率137瓦，大概138瓦，所以我们刚才高估了，不是150瓦，是138瓦。你现在风柜嘴，30分钟138瓦，就是你的极限。功率计的用途是说，它也可以去针对这个数字做课表，就说你30分138瓦是你的极限，你骑到死了嘛，对不对？我也是。对，那现在再叫你骑一次30分钟138瓦，你就会说杀了我嘛，你又不可能做到。可是30分130瓦是不是就可以？或125瓦？所以现在甜甜他先测出他的极限在这边。那功率计的术语叫做 FTP (Functional Threshold Power)。FTP 当然还有更深层的解释，可是我个人认为是 FTP 不是这么重要，是我个人看法。不过我们就是有30分钟138瓦，这是甜甜的数据，我们可以用针对这个数据来去定你的课表。客制化你的课表 ，customize， 这就是功率计的用处。好，这个收费很贵，这收费很贵。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的确风柜嘴骑比较快，因为功率计的关系，你每次138瓦就会死掉嘛。换句话说，如果有这么一天，如果有一天我们将发现，
好聚好散，不过是种尊严。松山 ，be careful， 松山唱一下。好，如果有一天你30分钟138，你就觉得轻轻松松的，这是进步。好，那我直接跟你讲，会有那么一天。如果你持续训练，用正确的方法训练的话，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梦幻的感觉？就是说你现在30分钟130，然后风柜水你骑29分尾，你都快死掉。如果有一天你骑风柜水骑29分尾是轻轻松松的，这是进步啊，这是训练的魅力啊，这是训练魔力啊，对啊，好，这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啊。是。对，那你如果甜甜，你想要骑上50吗？想。那你要付出啊，难道你都不用付出了？就天上，我现在就来付出啦。天下白对，所以我跟你讲付出的重要性。对，付出上你必须去 suffer， 你必须 suffer， 而且这个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对，你风柜骑29分尾，这是钱买不到的，你要自己去深刻去练。钱能够帮助你一点点，譬如说花3万块买一个 Garmin 功率踏板，用正确的方式。当然不只要花钱，而且要用正确的方式。那你要用正确的方式，最重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收看邱明杰的频道。Be careful。其实我自己感受，我自己觉得差蛮多的。因为其实我来风柜水骑好像可能6次之类的，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听人家说这边很难，然后就是一定会下车或什么的。然后那一次我是没有下车，然后但我就骑了大概好像36分钟，然后最近一次快33分钟，32分尾，那我们叫32分尾。好，所以其实。这2分多钟，不管真实数3分钟，3分钟，32分尾减29分尾，3分钟啦。Anyway， 不管真实多少，反正就大概2到3分钟。3分钟没有真实，就是3分钟。但其实很难吧，对不对？大家自己觉得。3分钟是一个很 huge 巨大的。就是如果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少掉3分钟，应该是真的蛮难的。所以，对我跟你讲，你没有进步。你这个月来做了什么？龙榴莲。我还是有认真在练习。可是那跟你之前不是也是差不多做这个事情吗？差不多。对，所以是方法的问题。对，方法很重要。功率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踏板，功率踏板很重要。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方法，因为我跟好的老师。对，好的踏板，好的老师。各位老板们，想上功率课的。找我的。我们今天功率踏板教学的影片到这边结束。我们恭喜甜甜29分尾。好，那我们期待甜甜有这个数字吗？我不知道。持续进步，持续提升 ，fighting。